下官宁海令参见。哪来的阿扎泼皮？宗亲女眷面前也敢冒渎无礼！九郎君，下官宁海见。还不与我拿下！九郎君，将这厮捆了。他看了我家命妇娘子，把他的眼珠子还出来。我自己来。郎君，此人无礼教训于您便是，若是伤及性命，回去王都是要罚贵凤仙堂的。我家娘子刀都抽出来了，没听说过修刀难入鞘吗？郎君所言极是，但是郎君与娘子游宁海，岂能被此等小人扰了兴致？拖走！这。认得我吗？认得就好，认得就应该知道，你们没有机会了。今日之后，台州跟宁海便与你无关了。随我回到黄龙岛上，是生是死，都由得你自家选。我给你1个时辰，若是想明白了，便给你一个开口说话的机会。前后左右围住，不要让跑了任何一人。诺。尔等何人，竟敢擅闯宁海县署？放肆！此乃开府仪同三司右卫大将軍检校司空、镇海镇東节度衙內兵馬都指揮使、諸道兵馬都元帥府長書記九郎君在此。爾等寧海上下官佐僚眾，還不速速出營？下官寧海縣城秦鶴拜上大將軍。這下官未得州中牒文，不知大將軍駕抵寧海，有失迎駕，還望大將軍恕罪呀！大將軍有諭，不知者不罪。秦縣城免禮。謝大將軍。還不速迎大將軍入衙？請大將軍。哪裡來的大將軍？太守。某只聞王都九郎君蒙大王教命，檢校司空，提點指揮兩軍衙內兵馬，卻並未聽得什麼開府儀同三司右衛大將軍。閣下便是九郎君？你這話有意思，難不成你才是九郎君？縱使閣下真的是九郎君，沒有大王的教命手札，便不得在此喧嘩，攪擾縣署，干涉地方政務。這等事體干犯國法。這些人意欲行刺，還不與我拿下！高旭好歹也是功臣子弟，諸事尚且不明，此時為難他，沒有意義。無妨。九郎既然拿了他，此事就萬難善了。索性嚇一嚇他，說不定啊，
还去收获。郎君，全在这儿了。你那边如何？找得到吗？张某、蝴蝶都做得很平，看来是下了一番功夫。那怎么办？天亮无事，便晚行日。秦贺，下官在。今年以来，县署所制行策何在？这是这2个月的吗？是。此案人犯现下何处？此人敢犯此人敢犯的是逆案，这目下人自假号监防在押。我今日来，正为此人。你是沈爷？你是九郎君吧？你见过我三哥？今日在此的，若是西安侯，当是台州人之福。旁人提起他，不是孙逆，便是孙树人，客气一点的直呼其名孙本。倒是你，还记得他昔日爵位？郎君如何称呼他？他是我三哥。如今还是？有些事万古不易。郎君能有此心，足称至诚君子。方才沈君说，若西安侯在此，当是台州人之福，此言何意？郎君今日为何而来？先征后粮，田土兼并。看来郎君知道的不少。既知道，有何打算？这宁海县的账册和户贴平准相宜，看不出毛病啊。郎君看得懂户贴和账册？我当然能看懂，我只是看不破。看破其實不難。郎君看不破，是平日不離時務之故。那還請沈君提點一二。想好了？摊上这桩千古第一麻烦事，我想得好想不好，又有什么区別？地方官吏這些鬼魅伎倆，其實並不難破，倒是破了之後，才是真正的為難之事。那又如何？事情再難，總要有人去擔待吧。你現在已然是方外之人，我不擔待，難道真的讓九郎，一個年不及弱冠的宗子，去擔待啊？我就知道，你雖不愛惹事，真要事上了身，卻斷不肯躲事。
大王明教，捐免台州五县2年的粮赋。明面上谁也不敢违误教命，提前收上来的秋赋，自然也不敢入到明账上。然则官府征赋，总要有直契为凭。直契有啊，但不多，有个10-20张，要拿来做凭据，远远不够。总是要访遍民间，挨家挨户的去問去收。台州有5個縣，得收到1000戶以上，才好在朝堂上說話。眼下若是去民間收繳直契，怕是連1張都很難收回來。郎君能收到10幾張，已是不易。這是為何？直契自然是有的，沒有蓋了官府大印的直契為憑，誰還肯納糧？只是眼下這直契早已不在納糧的民戶手裡了。不在民戶，被官府收繳了？強行徵繳，立時會逼起民亂，他們可沒那麼蠢。郎君可否查驗過現屬存證的代契？代契？民間代子雖多為兩廂情願，與官府無干。然則若涉及田契相押，那些放貸的大戶總要到官府具結明契，以為憑證。哦，去找那個姓秦的縣長，讓他去拿入夏3個月以來的代契來看。來，搞。這裡也沒有以直契為押物的文字啊。這等落下實據的文字，自然不能有。他要認真的查起來，得多少顆腦袋落地。郎君且看仔細，這些代契中的請貸人，多為世居寧海的民戶和農人。關鍵在這放貸人。鎮東軍台州營田使啊。他們帶出去的是軍屯的軍糧，障眼法而已。軍屯存糧事關國際，沒人敢動。這營田司只是作保的充人。放貸的糧食根本就不過營田司的賬，營田司的賬面上也查不出來。外州的大戶到各縣去放貸子，民戶會憂慮有謀取田土之虞，自然不肯輕信。可若從中出面具名的是營田司，那些本地的民戶便放心多了。那個丟了性命的陳興，便是營田司主簿。營田司也只是浮在表面的一層而已。便以我家為例，無心審事，縱是大族，畢竟根基不在寧海。連州跨郡的到本地來放貸子兼併田土，又如何能指使得了他杜浩出面？台州營田使杜浩。杜浩乃3朝元老胡令公的內弟。依崔博士白日所見，高旭是功臣子弟，沈從約是地方豪族，杜浩是胡令公內弟。宣貴、豪強、袁榮，這塊石頭扔下去，掀起的是滔天巨浪。州縣官府下去催繳本該捐免的錢糧，秋糧未收，民戶無糧可拿，營田司便出面放貸子。只要以田契和納糧後官府簽發的直契作為押物，便可從營田司貸出糧食繳納秋賦，本地的民戶便可度過
這最艱難的下髓。其實银田司也只是个门面，作為押務的田契和支契，轉手就到了真正放貸的勳貴豪門士族手裡。至於官府收上來的秋賦，其實也並不入賬。3成歸州縣各級官長胥吏分潤，3成歸營田司軍屯糧庫，以計軍貢，剩下的4成則返還給那些豪門士族。如此一來，州縣官吏得了實惠，營田司得了軍功。至於國中的那些豪門士族，他們以6成的本錢賺取了翻倍的利錢，而那些請了貸子的，至少有1/3來年還不上利錢，要麼借新賬還舊賬，要麼便失去了作為押務的田土。可我吳越國怎麼辦？民戶背了債子，甚或失去田土，那不就斷了本該入庫的稅賦嗎？郎君想明白了。那些直契到了放貸人手上，怕是拿不回來了吧？台州5個縣，營田司，豪門士族，他們如同一張大網，這等掉腦袋的勾當，若是沒有相互牽扯羈絆，這張網它織得起來嗎？此事大抵如此。刘元琛，末将在。大川那邊不要留人了，剩下的300多人都調過來。諾。不能再等了。台州營田司設在海油鎮，快馬過去也要半個多時辰。你可是想定了？沒有詔命在手，我不能夠干涉地方的政務。但是營田司不同啊，它是軍務。認真的說起來，九郎和我是有便宜行事之權的。你們過去，縣學這邊我來坐鎮。九郎已經把握了縣屬，營田司那邊我親自跑一趟，不要再走懶事了，你就坐鎮縣屬。那個沈某深悉底細呀，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在我們的手裡。沈從約履任州郡，是一個不好相與的人吶。要是沒人震懾大局，說不定啊，會被他去了空子，翻過身來。臨行時，我與真娘交代了，我若不回，便是七哥親來，也不能把沈從約提走。尚書右僕射，鎮東軍節度副使，內外馬步軍都統軍使，大元帥府判官水丘太尉在此，速打開營門。末將鎮東軍台州營田使杜浩參見太尉。拿下！諾。太尉，太尉，這是。水丘太尉，末將何罪之有？都營田稍安勿躁，等我勘驗完畢之後，自會還你一個清白。末將無罪，內衙胡令公是末將的姐夫。我知道，你是胡令公的內弟，此番前來也是奉了胡令公的軍命。令公深知營田忠心，所以我來還你一個清白。封住營田司，書房牽押房，沒有我的軍令，一張紙都不能帶出去。諾，隨我來。太尉，太尉。杜浩在台州所為，胡令公不知情。
我也是依常理猜度啊。这杜浩是要军功，胡令公3朝元老，宁为已及。军功啊，早就赚够了。即便是秋田问社，也当是在他老家湖州、台州的事，他管不及，也未见得愿意管。若真是如此，那事情倒是好办了。好办。胡令公3朝元老，位极人臣，在军中声望卓著，便是6哥身为大王，也不好苛待功臣啊。他若不涉及其中，事情不就更好办了嗎？依郎君之见，案子揭开了，这件事就完了。若是西安侯水丘公在此，必不会出此言。一共有多少？一时还来不及计着。临海、黄岩、台兴、永安、宁海，5县印鉴都有，总数怕是有7、8千户。7、8千户，7、8千户，那便是10几万人，上千斤良田啊！台州5县，共计户口17867户，登册的田土43216顷，又32亩3分。若是40%的人借了袋子，便是6000户，那可是7、8萬人的生計性命。我家六叔高明甫、杜浩等人犯下的死罪，竟東海之水難以盡其惡。可高家、杜家無心審視，數百年的望族，即便是全都砍了，也不過1000多顆腦袋。砍完了呢？這事就完了嗎？已經請了袋子的，他們的約期作不作數？若是不作數，這個窟窿誰來補上？營田司經手的袋子可以一筆抹去，可5個縣的秋糧已經收上來了。民戶向本地富戶請的袋子作不作數？約期上許下的利錢作不作數？若是也不作數，那本地富戶的虧空誰來補？既然是官府做下的孽，自然應由官府來補。郎君，你可知這是多大的一筆虧空？本歲秋賦，以每畝田除息300斤稻米為計，1畝田就是30斤稻米的賦稅。台州5縣合計54萬又200斛的稻米，郎君，那可是一座米山吶！這些稻米，在汴梁購買一個中原天子來做了。欲渡黃河冰塞川，將登太行雪滿山。不管你們去買、去盜、去搶，月底之前我要看到50萬斛稻米。诺，義父。义父不懂規矩呀！啊，這都什麼時辰了？義父這……哎呀，相府那邊今日是養大才當值，
回义父的话，这不是相府的书文，是台州的急报。州县文书就该先拜相府，你也是当了老来差的人。这是九郎君与水丘太尉自台州发来的联名急报。大王，告诉杨氏，不必再催人来问了，顾秦乱都过去了。诺，老奴这就吩咐出家起火。罢了，大半夜的，弄得都不得安生。做不过一碗糯米粥，些许半食，哪里会累着他们呀？有事。这是九郎君与水丘太尉自台州发来的连衔表彰。连衔？是啊。传齐郎君入宫，还有2位相公。怎么这个时候来传？是宫里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据说是水丘太尉与九郎君自台州发来了急报。此时3刻了，宫门下月，外臣不宜入宫的。大参乃是当朝国丈，王室妻礼，算不得外臣。西府公卿，大王还召了谁？回禀大参，大王还召见了养大参与七郎君。宫内有人作反？回禀大参，并不曾。南唐兵马打到钱塘了？回大参，亦不曾。大王圣公不御？回大参，不曾。既如此，贵使回去吧。请戴某奏告大王，待得天明，臣自当循例入宫，问安当之。禀告大王，袁大参回禀，天明将循例入宫问安当值。还不快退下！他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大王，怪臣思虑不周。不干岳丈的事，错在孤。你们一向一餐，阴夜入宫，明日博弈屋那边的米价，怕是又要涨了。左右都来了。都看看吧。陈兴家里还有些什么人？有老母在堂，还有个幼弟。是不是跟金锭子过去？诺。不要做公账，从内账里支。诺。替我跟吴兴沈家写封信，就说沈家欠咱们一条人命，这笔钱应该由他们出。诺。沈家大胆！不止一个沈家呀！臣有罪。不干岳丈的事，谁家没几个不孝子弟啊？名门大族，10几个房头，枝蔓牵扰，岳丈又不是族长，一个人，哪里看顾得过来呀？臣治家不严，纵容子弟劫夺民田，无颜再立于朝堂之上。
请辞，同參大政，以全大王聖德。故事深知乐章的请辞的话，再不必说。族中既有人涉案，循例当回避嫌疑，上一封告病的书文，回去将养些时日，你就会相府当差。臣叩谢大王恩泽，臣告退。想明白了？这是冲着朝局来的。全都卷进来。什么意思？神、水、游民、瑶师，无星6姓，唯恐谢相，会稽4姓，还有临海区士、余杭韦氏，家家有份。还有湖州杨家也插了一手。杨家？杨家3房嫡女是6个正妃。这2年，3位相公相继故去，朝堂为之一空。去年9月，7郎拜相，占了一个位置。元阳2位大参，眼见着金穗也要宣麻。现如今掀出这么大一个案子，袁大人倒是无碍，可是杨大人就为难喽。这是有人觊觎相位了，你猜是谁？还用猜吗？都令公已经85岁了，相公也做过了，这些年又废了位孙辈，哪还有这樣的心思啊？85歲算什麼？那一位已經奔90了。你們退下。父亲，杜浩出事了。水丘招劝的奏书递进宫裡了。一把年紀的人，還那麼毛毛躁躁的，何時能穩重點兒？這不成了笑話了嗎？3代一將，何曾有過90歲的宰相？再細想想，自祖父至相府以來，歷6任丞相，眼看着自己的後輩一個個宣麻拜相，自己雖然是原從老臣開國勳貴，卻只得掛得個君職榮顯悠游臨下。換作是你，你能甘心嗎？若真是他，杜浩的事情，這又怎麼說？依着水丘書文中所言，杜浩此番干犯的是死罪，萬無寬恕之理。養公族人犯法，當必為戴罪。他這邊內地作罪當死，難道不一樣要上表謝罪？還如何做得宰相？他又不是神仙，如何能算得出水丘與九郎會因海風轉播台州？這個杜浩手裡捏着這許多職器，於他自家有什麼好處？他這是要待時而動。樂章的拜相詔文一旦頒下，循例當3辭3讓。若是這時杜浩出手，將這些物證翻講出來，樂章此生還有臉入相府嗎？九郎
倒是立了一大功。这臭小子，初生牛犊不怕虎啊！见我留这些子孙，别说齐方最不爽利，多少有点娘气儿。倒是这个小九郎，竟然是个有种的，半点不像他那个爹呀。颇有些乃祖之风了。父亲，九郎君那副使，就是名义上摆设，真正在后面拿主意的，恐怕还是那个水丘吧？你懂个屁！那父亲，用不用咱现在上个谢罪的表彰？急什么？您这烤的半生不熟的，我上岁数了，刻画不了。有些娘气儿。你也是九郎，人家也是九郎，你比人家还多吃了几十年闲盐。学学人家娃娃，通透爽利，该出手的时候干净利索不犹豫，不该出手的时候稳得住心，定得住神。前面有一大摊子麻煩挡着呢，你着个什么急？看着便是。儿子愚钝，不知看些什么。看看咱们那位大王如何处置这些个麻烦。那现下该如何处置这些人？处置什么？如此大案，牵扯世家大族，不下实数。从梁府到下面的州、县，卷进去的各级官员胥吏更是不知凡几，更不要说干连着朝中的公卿、执政。此刻是理会这些的时候吗？是弟弟糊涂了。相府那边怎么办？水丘与九郎何日到杭州？初8日。路上还要再走4天。命童如月拟一道教命，命吏部尚书、潘西府院士吴成代孤行交营之礼。今年正月，你在北边出了事，消息传到杭州，大王打碎了琉璃盏，你姑姑整夜哭泣，10几日里舟返南京。七郎君当殿请命，要率匡武都北上接你南归。老夫奉王教巡阅湖州、睦州、衢州和安国一禁区14件驻军，半个月行程1300里。总是洪处行事孟郎，举止不端，让2位王兄和姑父姑姑忧心了。九郎如今已是国家大臣，为人行事当有大臣体，再不可似当年那般任性妄为。是，洪处受教了。这一遭也实属不容易，总算没夺了吴越与大王威仪，也算有功。大王还在等候，走吧。还小。一会儿说话小心一点。好。哎，听我的吧。七哥，大王有教，洪处贵听。臣恭领大王教命。姑，此刻要忙政事，无心悦尔之气。
奉仙堂洒扫干淨，儿子去跪便是。也让列祖列宗和2代先王见识一番咱们吴越前世这一代的英雄好汉。臣谨遵王教。年初，北面传来消息，故险些便要提兵北上。无论如何也要将卿等与九郎迎接回来，使卿等身陷险局，固执过也。大王言重了。台州的事，故意禁止了。大王，是臣的孟浪，误打误撞揭破此事，怕是坏了大王的大局，实在有罪。唉，一群城狐社鼠、虐民之賊，故又有何可姑息的？只是此时实在不是时候。是精灵出兵了。水丘公，据金陵信报，7日之前，堂主明发王崇文为东南面行营督招讨。不是苏州，是福州。南唐李璟即位后，自视为大唐皇室子孙，慨然有定鼎中原、恢复旧都之意。福州成为南唐向东南擴张的关键目標。原闽國將領李仁達佔據福州，假意歸順南唐。公元947年，南唐再次派兵攻打福州，李仁達立刻向吳越求援。那李家父子的膽略，便也是那麼回事，故意在北面備下了8陣席面，可這客人卻只肯到南面吃我博弈屋館子裡的愉快，圖小利而置3軍於險地，虧他們還有臉自居金陵，以孫仲謀劉季奴自詡。大王，發大兵繞襲福州，於南唐國力固然勉強，於我吳越而言，也並不輕鬆。眼下可調之兵，那只有楚州、溫州、處決諸都，最為便利了。但是作為中軍能戰之士，至少不能少於8000，缺額4000吶。孤給你補上這4000。大王已決議，調上直、中直、右直6都兵馬南下，組建南面行營。內直6都拱衛王城，一旦南下，西府之內若有肘腋之患，恐怕不能應付。孤還有親衛都和親從都，但孤已決議，請姑父入相府拜丞相，總領國中軍務。臣請大王示下，南面行營何人為帥？孤意以內衙上統軍使、參丞相府事養人權為南面行營都招討，以水丘公為行營兵馬都監，征發衢州、楚州、溫州鎮兵3萬，並發內直、新城5萬諸都兵馬為行營中軍，南下救援福州。臣水丘招勸，謹奉王教。腿麻了吧？
没有啊。起来吧。啊，这麻了。还好啊，没事。你这一遭啊，着实吃了不少的苦头。六哥不恼我了，都是同胞兄弟，有什么恼不恼的？更何况你这一遭又不是在胡闹，总归是让兄长们担心了呀。我家九郎啊，也学会做正事儿了。哎，六哥正事议完了，那就劳烦七哥陪我一同向六哥去赴庙。哎，也不急这一刻，你先去府里休息，明日是望日，功臣殿内当朝复命即可。公事未必不能归私邸，规矩便是规矩，理不可废。王兄不在宫里。啊？三哥，六郎，是姑错了。承你叫我一声三哥，我也把话与你说明白了。功臣堂上那个位置，我想都没想过。我如今信了。三哥会回杭州吗？六郎错得5月前往，可错不得。承继大位之后，调阅了两军的密档，这才知30年前是父王负了于大娘子。阿娘早就不在意了。过去的事情，如过眼云烟。活着的人要往前看。三哥，父王当年真是寄厚望于三哥的，可我不想。三哥留在博弈坞，就是为了等我前来，将这些话说清楚的。都是些陈年旧事，有什么可说的？本来使团归还5月，在台州上了岸，我便该回去了。跟着来杭州，是为了带阿娘传一句话。于大娘子有何赐教？阿娘说，是父王负了她，看在旧日恩情上，她便饶了父王。可是2代人不能负了2代人。如今真娘也已经来杭州4年多了，若是让她没来安置，别说阿娘，就是我，也不会饶了你于九郎。三哥，有何章程，不妨说来听听。我如今姓孙，不姓钱。钱家的事情我管不了，只是婚姻嫁娶，终究要讲个门当户对。汴梁的新朝天子，不是封了九郎，又为大将军开府一统3司了吗？六郎认吗？三哥知道，咱们吴越一向是公事中原大国。如今7郎已经进了相府，8郎也遥领了睦州。作为同宗兄弟，6郎不好厚此薄彼啊。
國家公器，也不好任人唯親。台州的事情，六郎想如何处置？台州的事，六哥打算如何处置啊？今日还未议及此事。事关台州5县10几万人的田土生计，若處置不当，到了秋后要出大乱子。我家九郎出长城了。不只是台州5个县，先征后粮，兼并田土，涉及明、台、温、穆、兀、楚6州的21个县。就连东府其中的3个县也涉事其中。不出事则已，出事便是大事。牵连如此广泛，稍有不慎，吴越根本动摇，塌天大祸，立地小强。只是，这还不是急务。那什么才是急务啊？要兴大兵了。建州数年之前便归了南唐，若是福州，在俯首于金陵，国家便是4面皆敌。我说南北不能相顾，便是水路，怕也是不得安生。直说吧，你究竟想要什么？大军南下，温州、婺州、楚州与闽地毗邻，却是山峦叠嶂，行军尚且不易，粮秣運轉更是艱難。三哥是帶老了兵的，當知此戰凶險之處。父王還在時，曾與我議過，要對福建用兵，糧秣轉運，當以海運為主。此次用兵，九郎會隨軍。然後呢？大軍班師之時，九郎出知大軍。出知大軍，不是遙領。不遙領。九郎與八郎不同，是個胸中有主意的，只是少了些歷練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海豐之計還有些時日。等到那時，海上之事，有我與阿娘。洪佐，待吳越遣使12州軍民，謝過於大娘子，謝過三哥。隨軍出征，已經定了。這一遭回來，怕是沒有之前那般清閒的日子可以過了。你心裡要有個數。我又不通兵事，入得行營我能做什麼呀？做什麼都行。你是宗室，水秋宮也好，養人泉也罷，自然會敬你3分。哎呀，軍中將變也不會有人來為難你。但是有一樁事情我要提醒你，千萬不要干預軍中內務。這一點，七哥大可不必擔心。自家人知自家事，弟弟這等斤兩，哪敢妄言兵機啊？七哥，我能不去嗎？你在京師不是頗有本事嗎？一陣節帥太尉，當殿說賜便賜了。那如何能一樣啊？那個時候我豁出去的無非是自家的性命，出兵放馬的多少人的身家性命所繫啊！弟弟如何敢托大？兵事籌劃、軍機調度，自然有2位帥臣和諸將擔待，也沒指望着你上陣廝殺，臨陣退敵。你別忘了，你可是中原天子御口親封的16位環衛官。你要是連軍營都未曾進過，還當什麼右衛大將軍啊？內衙上統軍使同參相府事養人泉，可江東南面行營督招討。尚書左僕射兼領內都監使水秋昭勸，可江東南面行營
兵馬都监。内衙副统军使张云、赵成泰可江东南面行营副都招讨，与如故。臣等奉教。检校司空、马步军内衙都指挥使钱弘处，志性英敏，气度宏深，怀匡时之宏略，报济世之伟才，可特授江东南面行营官军容使，权穆兀胎衢楚温6州水陆都转运使，提举江東南面行营诸军粮秣、甲仗、辎重公事。臣弟弘树，谨奉王教。官军容使。是。官军容使，不伦不类。他是皇帝，是宗室，莫说一个官军容使，就是做主帅，那便也是做得。让九郎君做主帅，那真是天大的笑话。不要说是养人泉跟水丘，就是张云跟赵成泰，他们那些个军中的将佐都不可能会听他的。莫巧廉颇老，莫欺少年穷。汴梁巡使，算不得什么藩难差遣，然则刘知远纵横沙场数十年，虎踞太原，一观天下，尤其是肯轻易许人的，你们道他是笑话。中原天子亲封的开府仪同三司，右卫大将軍，却未必是个笑話。父亲的意思是，大王想日後讓九郎君以宗室的身份獨攬兵權。60多歲的人了，我看你似是個笑話。斬頭立血的買賣，卻弄個娃娃守着糧道，這戰如何打得完？這九郎君有個混名叫於帳子，聽說也會用刀，調理的一手好愉快。若是去山月樓做個廚工，定是不錯的。3、4萬大頭兵，靠着他一個人捕魚切塊，卻如何餵得飽啊？趙八郎，管住那張荤素不忌的破嘴！九郎君是宗室，是當今大王的同胞兄弟。京師玉業，也是你能非議的。太尉，莫怪兄弟們嘴臭，這大軍在外征戰，若是斷了糧草，這可是要命的局面。你都能想明白的事，大王能想不明白？凡事莫要自作聰明，雖說是在軍中，但也不可亂了尊卑上下。若是教某知道，你們這幫阿雜丘八，有誰對九郎君有不敬，亂了禮法，軍律森嚴，卻是莫怪本帥壞了兄弟情分。引信。符節。取得軍中，諸事仔細，多聽少說，謹言慎行，仔細不要鬧了笑話。哎呀，弟弟曉得，王教上說的明白，權穆兀胎衢楚溫6州水陸都轉運使，提舉江東南面行營諸軍糧秣甲仗辎重公事。這意思是要在行營下面設置
轉運使司和提舉公事司啊。大军南下，粮秣轉運、甲仗輜重是一等一的要務，期間屍體繁聚，細事頗多。王兄知道你自有喜好數算，于此倒颇有心得。只是，畢竟干係着數萬大軍的衣食住行，萬不可慢待輕忽。哦，是啊。這4、5萬大軍的糧秣輜重，全靠弟弟一個人扒拉籌算，萬難周全。既是要設置轉運使司和提舉公事司，那期間總得有遼佐吧？齊哥管着吏部和則能院，這2個司的遼佐任用是怎麼個章程？英雄戰危，軍中的差遣不可玩笑。若是所用非人，你自家鬧了笑話都還是小事；若是干連旁人，干犯軍法，掉了腦袋，那可不是跪幾個時辰奉先堂便能無事的。哎呀，弟弟曉得輕重，只是大王和齊哥將如此重任托付於我，那弟弟自然得有推薦遼佐之權吧？你想舉薦誰？2個人。其中一個人呢，勉強可用；另外一個弟弟此刻還不能托底，總得當面問過，才能決斷。6州都轉運司紀一文字，是個臨時差遣。我雖為王子，在軍中卻全無資望，勉強做個都轉運使，品級不會太高，估摸着也就4、5品吧。手下的遼佐，至多也就是8、9品的樣子。承蒙司空器重，人既何敢设高怨低？品级且不必論，只怕才薄识险，誤了軍國大事，到頭來反倒要拖累司空。你有這份心，我便沒什麼不放心的。所謂紀儀文字，顧名思義，紀儀的不過是文字而已。你能長一線學功，學問想必是不錯的。日常文書擬就，這個我不擔心。但凡涉及數目算籌的，務必要仔細。看不明白、算不清楚的，一定要核准問時。既如此，人既謝過司空賞罰。走，用過晚飯，隨我去見個人。太尉，请。大王要抬舉弟弟，封個官軍榮使也還罷了。大軍的糧秣給養，是何等大事！九郎是在宮中教養慣了的，又未經過營武戰陣，如何應付得過來呀？太尉可還記得裴松之著《三國志》中吴書《周瑜傳》那一篇呢？周盧呂。裴松之引江表傳，卢子敬代庄公瑾督南郡郡事，路過卢口大營，與呂子明夜談，曾有一語。時別3日，當刮目相看。汴梁之行之後，九郎已非昔日无下阿蒙了。穆侯而怪，自家知自家事。你的這4字，用在我這個余丈子身上，倒也不能說是錯了。這不是你的錯，是大王之錯。沈兄慎言，兵凶戰危，軍國大事豈得兒戲？沈兄，軍國大事，的確不得兒戲。沈君，可有以教我？如何教你？你可知，
在這營伍之中，一员正兵一餐，所費粮米幾何？兵部册子我看了，一员正兵一餐，按規制需精米5葛。那只是文書上的數字。真到了軍中，一員正兵一餐能有2葛精米，已是奢侈。這是為何？在營為軍，若是不懂得孝敬上官，便隨便找個由頭，一頓軍棍便打殺了。換作是你，是填飽肚子重要，還是自家的性命重要？匪夷所思，軍中有軍律，有督监，怎能任如此亂規肆意橫行？你以為軍中的將帥上官不懂得這些？還是郎君覺得我吳越國這3代的大王全都被下面蒙蔽，對軍中的情弊全然不知？軍中的將變官佐，冒着風霜雪雨在陣前搏殺，他們圖的是什麼？圖的就是富貴。平日里虛報名冊、贪慕點兵饷，那都是尋常之事。可若真到了陣前再耍這些花樣，将帥上官自然是不許的。沒了平日裡那些空頭可吃，再不讓他們樂肯些孝敬，難道等到戰鼓響起，眼見着他們陣前倒戈嗎？你以為這軍中都是些什麼人呢？天下都亂了近100年了，又有哪一年不打仗？能在這軍中久經沙場活到現在的，又能是什麼良善之輩呀？大王教命，着鸿处提举江東南面行营诸军粮秣甲仗辎重公事。我知道自己年方弱冠，财力不堪大事，故特命书简，行文则能院，提举公事司勾管行营诸军粮秣甲仗辎重公事一职，还请先生去就。我为何要去就？若得先生赴粤，鸿处愿专任先生。怎么了？我只是觉得营屋里边那么苦，我又不能陪在你身边，那万一……陪！我只是个都转运使，又不会上阵杀敌。再说了，去随便良之情不都过来了吗？那营伍之苦又算得了什么呀？你不许愁眉苦脸了啊！不许哭，哭了就不好看了。报，官军轮使到。江东南面行营官军容使，全木务胎瞿楚温6州水陆都转运使，提举江东南面行营诸军粮秣甲仗辎重公事，末将钱弘处参见大帅，诸位太尉、将軍。给官军容使看座。
謝大帥。末将，他真这么说的？确實是這麼說的。九郎是長進了。這一遭汴梁之行，着實吃了不少苦頭，做人做事兒頗有些進也，越發的有板有眼了。他也該有些長進了，否則這益州無限10幾萬的軍民，我如何放心交到他的手上？王兄，台州這事兒也應該有個結果了吧？這裡裡外外上上下下，多少眼睛盯着呢？沈從岳、高旭下刑部狱论剿。沈从岳倒還罷了，高旭卻是功臣子弟。顧家、馬家、高家、杜家，開國10幾家的功臣，族中子弟難免有個良莠不齊的，飛鷹走馬者有之，吃喝嫖賭的也是司空見慣。更有甚者，杜兆達那種蠢貨，到最終不過是丟了自家的性命。那你何曾見過像高旭這般喪心病狂的？以親、以貴、以公，古已有之。可這當國者，一碗水是要端平的。杜兆達誅了，高旭如此大罪，若是縱了，你我兄弟何以對杜靈公？是弟弟想的差了。杜浩呢？发回府去，让胡辽灵公自家处置。九郎，阿舅只求再見老令公一面。父親不會見你，有什麼話便說，我代你轉達。台州的事兒，我是兄叔回禀过令公的，絕非我自作主張啊。父親有言，你手中若有他老人家的回書，也或有其他的證物，自可直去刑部出手舉發。若還念及胡杜兩家的親族恩義，便不要再為難父親了。九郎，我想再見姐姐一面。九郎，杜氏一族只你一人獲罪，并无干連他人，你便自可放心的去，無需擔心後事。父親，办妥了，办妥了。夫人那邊，不必管他。夫人最為嬌氣，近之則訓，遠則怨。你此刻若是緊着關照他，他便會覺得你自覺欠他的，啊。哭天抹地，唯寵是教，久之便會生出是非來。現在不去理他，讓他自家去哭去鬧，冷上他幾天，他便會憂心自己受了親族的牽累，失去了寵愛，反倒便會思忖自省。
心思便会轉到顧冲上來了。内衙將人送來，大王連一句叫命的話未曾有。這是大王在等父親自家上请罪的书文呐。请什麼罪？你二爹有何罪？父親就是不為自家打算，總要顧及胡氏一族上上下下幾百口人的性命啊！当今大王嗣统已有5年，在吴越國根基已固，若一味傲岸自矜，扫了大王的體面。父親今年已經89歲了，大王或可不為已甚，只是胡家100年之後，恐有不忍言之事啊。老大王是哪一年生人？先武肃王。啊，当是大中6年，长您6岁。哪一年薨的？保正7年，就是朝廷长兴3年。没了15年了，活了81岁，也算是寿高。先王是哪一年生人？光启3年。哪一年没的？天福6年，享寿54岁。比你还小4岁。是。想的太多，时少时烦，便是手段呐。与王家比起来，咱們父子已是賺了。兒孫輩的事情，也讓兒孫輩們自家去操心吧。